环球大战线深入世界最前线，全球各地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叶思敏，先欢迎来宾前立委蔡正元蔡委员。思敏好，大家好。国际情势专家赖岳谦老师。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陆军退役少将李正杰将军。思敏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好，观众朋友，今天节目我们环球大战线节目特别做了60分钟完整的特别报道，请到最强的嘉宾阵容。今天要带观众朋友掌握第一手的国际情资，也就是带您直击这一场习川会前的正在进行当中的战略暗潮，不要错过最精彩的内容。今天赶快来看到这场习川会，我们会来讨论的火线话题，请3位来宾帮我们特别做解释的。习川会在釜山这一次正式的登场了。中国大陆从100年前被列强瓜分隐忍到今天，终于是坐上与川普对等的一个釜山会场。中国这一局是历史血耻还是权力的逆转？中国已经翻身，可以主导整个全局了吗？第二点，林则徐诗现在上桌了，这个诗特别形容是苟利国家生死以，成了谈判底线。习近平以诗为鉴，对美强硬做开局吗？第三点，我们来看到对比中国的强硬，在日韩方面跟美国的接触，高市早苗跳圈圈，李在明则是献上皇冠给川普。对比中国的傲骨，谁才是真正的大国？今天就这几个议题，我们会一起的来做关注。这一场全球瞩目的习川会终于登场了，选择的地点也是经过有许多的角力的。原本白宫已经坚持说他要在庆州举行，最后是按照中方的意思，后来是改在釜山这边来进行这个谈判。那中美在国际的舞台上，可以说现在已经是平起平坐了。我们看 CNN 怎么形容，他说不论这个最终的结果如何，对北京来说，这一场会谈都将是一场胜利了。而且 CNN 甚至说已经是中国大赢了，因为习近平已经借此展现出了中国愿意谈判但不会被施压的一个对美新的关系，并且 CNN 也说了，中国现在在全球舞台上已经和美国平起平坐。另外一位是来自于中国大陆的学者，他这样形容：美国已不再是主导的强权了，中国现在透过稀土管制等措施，迫使华府回到了谈判桌。而另外一头，王毅跟卢比欧的通话也都强调了，习川都是秉持着平等、尊重甚至互利精神的世界级领导人，中国不再是100年前那个任人宰割的弱国。今天节目一开始，先来看一看习川会登场，中美现在可以说是平起平坐。CNN 说的，不论结果如何，习近平都已经赢了，这句话委员怎么看？我不同意CNN的说法，中国跟美国平起平坐不是从这一场会谈开始的，而是早就开始了。我们大家回顾一下，去年 APEC 在旧金山举行的时候，当时的美国总统拜登跟国家主席习近平2个人的会谈就早已经平起平坐了，而且那一场会谈谈的内容比这次会谈更加的广泛。如果再往前推，当时的拜登跟习近平是看到的，拜登是轻跑步去见习近平，什么时候？就在印尼的所谓的什么集团体会议上面。那你可以看得到，一个美国总统要轻跑步过去去见习近平，这应该不只是平起平坐了吧？所以我就CNN说，好像从这一次会谈才平起平坐，这个说法可能时间点抓错了，更早。别的我不敢讲，至少去年就已经平起平坐了。是。那回到谈判桌，这当然跟一连串的关税谈判有关啦。我也不认为说，因为这次的稀土管制比较严格，所以美国才愿意谈。其实中国大陆对于稀土的管制，在今年很早前就开始了，只是这一次把稀土的管制的范围给扩大，所以不能说从这一次会议开始，中美2国其实如果严格上说要较劲转捩点在哪里？在上一次阿拉斯加当时的会谈。杨洁篪就讲，当时说，因为美国布林肯那还有那个苏利文一直讲话一副姿态很高傲的样子。杨洁篪叫记者留着，他讲一番话，讲什么？美国你不要你不够资格用实力地位来跟中国讲话。换句话说，他什么意思？你美国鼻孔不可以朝着我对我讲话。现在我们要互相用鼻孔对鼻孔来讲话。所以那个时候就很明显，在外交上已经是平起平坐，
而且你要注意到，当时杨洁篪讲了这番话的时候，布林肯跟苏利文是不敢吭声静悄悄，连回一句都没有。那也许关起门来继续吵架，但是不管如何，在那个公开的场合，所有的国际媒体都说，中国开始跟美国平起平坐了。但是我们是讲的是一个地位的高低，但这一次的会谈实质的成果如何还没有公布，所以我们不晓得在5毛1块中间的喊价中间谁比较占便宜。我们是看到目前为止这个川普说，他已经对中国减了10%的关税，57%减到47%总数了。那其中原因是因为芬太尼关税20%减半，那减半他到底从中国要到什么？中国也没讲，只是美国的贝森特有提到说，中国愿意把扩大的稀土的管制从今年11月往后12月往后挪到明年。有1年的时间，不扩大管制，只有对军工产业管制，而不像现在要逐案申请。因为欧洲在抱怨他说中国你要我逐案申请，还要我写中文，然后还要用中国的 WPS， 不能用 Word， 不能用其他的软体来写，那这算是小事啊。那更经典的是欧洲在抱怨说，他们光申请稀土的案子，摆在中国商务部的桌子上有2000多件案子，也不能怪人家，因为北京最近比较忙嘛，对，没有办法很快速的处理申请案，这当然就是一种外交上的来往嘛。是，你欧洲对中国也没有好到哪里去，中国为什么要那么快速的处理的申请案所以这个另外一个场边的问题。但是不管如何，我们一方面观察中美两国的实力较劲，还有地位的高低的这种争逐，那我认为平起平坐早已经开始了。那实质上的利益到这一次应该隔几天才会看得清楚。是，好，所以我们先以这一场的政治地位，还有整个在外交上面的谈判来看到，中美之间可以说在政治上具有非常大的意义，已经平起平坐。那另外也会来关键点，就是来看到是习近平他的战略态度，这一次到底是采取什么样子的一个态度？因为这个是来自于很特别《纽约时报》特别做的一个分析，他认为习近平办公桌上面有一个林则徐的诗句那他就特别写到了“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必趋之”。他认为他正是这个贸易战科技封锁的时候，这个成为了习近平的一个座右铭，意思就是说国家利益其实是高于一切的。那么就算美国今天你要硬碰硬，中国大陆也不会让半步的。另外一位是来自于学者，这是美国学者，他是蓝诗林的一个分析，我们也来看到，他说中国其实是带着历史的伤痛来做谈判的，美国却是一无所知。这一次成功逼迫川普让步，释出的讯息就是中国已经正式的觉醒，已经正式的强大，想用任何霸权恐吓中国的企图都是徒劳无功的，是这样子吗？这个来自于纽时的分析，林则徐这首诗代表的就是习近平他现在在贸易战上面的态度吗？赖老师又怎么看？我觉得不只是在贸易战的态度是全方位的全方位的基本的态度。我们观察习近平从2013年上来到现在10几个年头过去了我觉得他有一个精神一直是一以贯之的，这个一以贯之的精神就是，你做任何一件事，你不能考虑到个人的利害，不能够去趋利避祸的这种方式，你要考虑的是国家的利益在哪里，国家利益在哪里，你个人该牺牲的你也要牺牲，要以国家利益为主。我想这个态度很明白，所以你看他反贪腐。反贪腐，坦白说，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你看，从他上台到现在10几年来，对于贪腐他绝对不容忍。你看这一次这个四中全会召开的时候，有多少位高阶的将领都是落马了，有多少位是他这个选定的这些高阶的军事的这些负责人，但是你碰触到贪腐，全部都下台一鞠躬。这个在中国几千年来的历史中能够一以贯之到现在的其实不多见，然后把它体制化、法制化也不多见。这代表什么？只要有利于国家利益的，个人的生死、个人的利害都不重要。我觉得这个是在治国是如此，那么对于全世界的问题也是如此。
用压迫的方法，想用实力拳头来对待中国的方法，中国不可能选择屈服，因为对于他的观念来说的话，中国如果选择屈服的话，那中国还有什么路走？所以林则徐就是一个非常好的案例，就是林则徐那时候中国是积弱不振，但是你应该要举全国之力，上下的一致来对外。那大家奋血作战的话，我相信英国人，坦白说，几艘破船真的能够把中国打败吗？只要中国的军人在当时我讲是清朝的军人，对，只要大家拼了命，你有多少弹药？但是没有嘛，贪生怕死嘛，皇帝先溜，每个人都溜，结果一个这么大的国家4亿人口，然后就被几艘船就这样打败了，然后上前入国到这个地步，这代表什么？都是因为贪生怕死，从皇帝贪生怕死到底下都贪生怕死。林则徐这样的一个好官，结果被下放，被放到边疆去。那他到边疆不改其志，这代表什么？你看，堪舆图就是他画出来的嘛，把新疆那边的地形地物地貌摸透了，就是他做出来的。这个代表什么？这个一直给习近平一个理念，就是说，中国的官员、中国的人，绝对不能够屈服于恶势力，这第一个。但是你不能只是不屈服，而你无所作为，或者是你只是不屈服，但是你积弱不堪呢？不行。所以你必须要用实力来说话。那也就是说，你要有实力，你一方面意志上不屈服，二方面要积累实力。你积累足够的实力，你非但可以不屈服，你还可以击败对方。我觉得6年前，川普打第一次贸易战，那中国在当时就已经知道下一场仗要继续打，所以积累了6年的实力。那6年实力来以后，川普再上台，再打贸易战，而且这次的贸易战比上一次变本加厉。可是你看中国的反击力道，那就是让川普根本喘不过气来。这代表什么？最后一方面是意志力不屈服，二方面就是有力量打到对方他不敢再打，也不能打为止。我觉得这个就是一种精神。林则徐的这个精神，他会放在桌上做座右铭，其实就是提醒自己：第一个，意志上不能屈服；第二个，你要有实力，你不能够就不屈服，然后用义和团的精神，那没有用。所以最后要有实力。我觉得积累了6年，那当然把美国打败嘛。好，我们看到借鉴于这个过去的历史哦，让中国屈辱了这么久的一段时间，也让这一次习近平对于美国的谈话，还有这场中美的谈判更具有代表性跟它的重要的意义。相较于这一次中国大陆展现一个大国的态度，我们要来看到在另外一头哦，日韩就会形成了一个跟美国谈判一个非常强烈的对比。首先，我们要来看到日本了。日韩这一次包括了高市早苗跟川普见面哦，没有想到这个高市早苗在美军基地里面是真的哦，转圈敬礼还陪笑。那么为了要取悦川普，高市还宣布会投资美国高达5500亿美元，而且还答应会增加军购。结果美国我们看到他的态度是不但不领情哦，反而宣布对日本产品会来全面课征15%的高关税。只对美国无法获得或者是无法生产的一些自然资源，像是汽车、航太这些仿制药，会给予一些特定上面的待遇。南韩就更扯了，我们来看到特地送上了价值连城，等一下我们会有这个 Rolex 画面给大家看，价值连城的新罗王朝的皇冠的复制品，还自称是川普的速配元，姿态非常低。将军怎么看？我相信日本跟韩国这2个国家元首这次的表现是完全的失格，看得出来他完全阿谀谄媚奉承这个川普。几个动作来讲，川普最喜欢的，他们这个极尽想办法要做到。比如川普最喜欢黄金嘛，所以这2个国家元首就赶快这个用黄金打造他所喜欢的礼物。第二个来讲的话，川普要的就是诺贝尔和平奖李在明也讲说，这个你应该要得这个高市早苗也说你应该要得这个诺贝尔和平奖要推荐他得诺贝尔和平奖。我觉得这几乎都已经是失去一个国家的格调。我举一个例子假设说有一个这个小女孩，然后她有一天被一个这个街头的流氓叫上她的这个豪车里面，
然后带到他们家的所开的夜店哦，在里面狂欢。那你认为说这个人会是谁？哦，我们一般来讲觉得说这不应该这样做。那更何况你是一个国家的元首，是一个女性的元首，你应该顾到国家的一个尊严在这边哦。难怪来讲高市早苗这个动作哦，被这个日本人所瞧不起，认为说这是日本的耻辱哦，甚至列为国耻。当然，你一个国家元首可不可以去这个上美国的航空母舰？是应该可以去，我也认为应该可以去。以前这个蒋公也曾经上过美军的航空母舰，但是去那边是纯粹就是谈军事嘛，哈，去参观人家军舰。那你美国来讲，你应该代之以礼，说这个军舰来讲，我有什么样的战力，有什么样威力，哈，可以担任什么样的作战任务，然后应该是这方面的这种说明跟简报，哈，而不是在里面狂欢跳舞。对，这个等于说有一点像高中女学生看到她这个心目中仰慕的这种偶像，哈，那种开心成那样子，我觉得真的是有失国格。那李在明来讲也是一样，让人家觉得非常的不可思议，哈，一个这个国家的总统居然阿谀到这种程度，你最起码也要替南韩考虑一下嘛。他送了2样东西，哈，我跟各位讲一下，第一个是这个所谓的无穷花勋章。其实川普不是第一个拿到，第一个拿到是谁呢？蒋委员长夫人，蒋夫人有拿到，因为那个时候2次世界大战，中国协助韩国打败了日本，让韩国可以独立，所以说他们有颁这个勋章给蒋夫人，但是这次来讲的话，他除了说是这个勋章之外，还送了一顶皇冠，我觉得这真的是，我不得不佩服李在明，你看他那顶皇冠多好啊！这个川普最喜欢什么？除了黄金之外，他喜欢人家给他戴高帽子。你看那顶帽子多高啊！上面那个山等于是我们来讲的话，一个叫山，两个叫出，它是3根在上面，好好的一顶高帽子套到川普的头上，而且还是金光闪闪。听说这2件礼物都是纯金打造的，而且是镶上这个紫色的这种水晶总共价值换算成台币的话要320万，那你就这样子送过去。当然，我觉得日本跟韩国会做动作，他们必须要靠美国来保护了。也看得出来这个非常的这个有失，我觉得这种动作真的是有失国格。是，谢谢李将军。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地缘政治、美中之争、战略价值、强权崛起、小国生存。现在与未来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脉动，全球观点尽在环球大战线。好，接下来我们要持续来关心这场习川会的一些谈判的重点细节了。釜山双方握手，全球屏息。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到习川会点燃的全球风暴是否笑里藏刀？谁在布局未来呢？今天都会一起的来做关心。好，赶快来看到的是这一场习川会其实是川普在重返白宫之后首次跟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双边会谈。今天的现场，我们带观众朋友来看到是10月30号台湾时间的早上10点，美国的总统坐车也首先现身，随后就可以看到陆方的红旗车队也跟着一起入场了。双方习川在抵达现场之后是先握手，不到1分钟的时间。我们可以看到从笑容来做一下解读，川普呢笑得非常的灿烂，而习近平则是有一些的无奈，包括从他们的语言上一边握手一边讲话，我们可以看到一些端倪，包括了这个川普不断的说看到你真好啊，我跟这个习近平之间的关系很好啊，我们将会谈得非常好，但是呢他是一个很强悍的这个谈判者，那习近平就无奈的笑了一笑，然后川普拍了他背后2下。我们先来看一下现场的最新画面。Good to see you again. 很高兴再见到你。Me too. And we're going to have a very successful meeting, I have no doubt. 我肯定我们今天会有非常成功的会议。But he's a very tough negotiator. That's not good. 但是他是很强硬的谈判者这不好。好，这个画面播出之后，大家就在说，怎么这个双方握手都是这个川普一个人，好像想要把这个场面弄得很热络，好像想要讨好习近平的这种感觉，并且呢，他也不断的称赞习近平说，能够与一位长期的朋友会面是我莫大的荣幸。他说，习近平是伟大国家的领导人，那么习近平则是冷静的回应，中美可以共同承担大国责任，为世界福祉做出伟大的贡献。这一场谈判当中包括了双方也出
出动了自己的经贸团队，不管是美国的财政部长贝森特、国务卿卢比欧，甚至商务部长卢特尼克、白宫幕僚等人，中方的代表则包括了有蔡奇、王毅、何立峰等等的人。这一场会议后来双方呢总共是进行了大约100分钟的时间，随后呢双方就步出了会场，那么也是这个展现笑容，看起来好像谈得不错。那么有一些比较实质的内容是川普宣布，带观众朋友来看到最新消息哦，美国对中国大陆的关税将从57%降10%到47%，那么芬太尼的部分从20%降到10%。大陆美国说的不会实施稀土管制，也会恢复采购大豆。至于这个辉达的 Blackwell 晶片呢，这个川普是说了不会出口给中国。那么川普也承诺明年4月访北京，台湾议题则是没有被提到。赖老师如何看这一场，尤其是刚刚的这个握手画面，你怎么解读？这个握手画面其实大家看得出来啊，因为川普是喋喋不休一直在讲，这代表什么意思？就是说他在掩饰他的焦虑。其实一方面兴奋，二方面他是紧张啊。但是对于习近平来说的话，他真的是老手啊。大国领袖中的大国哈。那你可以看得出来，就是很平稳啊，微笑啊，讲话也简单有力量。问题是谁迎接谁？那很明显的就是川普在那边等待迎接，然后所以习近平来进场。那一开始的时候，中国在这方面其实就已经占上风了。我们再来看一个小细节，就是结束以后那离开会场，因为那个会场很小，门也很小那你看离开会场的时候，谁的车停在这个阶梯的第一辆？就习近平的车嘛。这代表什么？连这么小的细节里面，中国大陆都卡了上风。也就是说，这个车位中国就站在那个地方，所以一下来的时候这个习近平就上车了。那等于是这个川普要送了他自己再转头，然后走更远的路去搭上他的这个他自己的车子。那这个很明显的，这2个小细节中，中国大陆其实都卡到好的位置，都占了上风。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趣的事情。第二个就是当时川普讲的100%的关税，也就是贝森特所讲的100%的关税，我想大家都知道这是买空卖空嘛。你加关税，我也给你加100关税。当初245都没在怕你了，怎么可能会怕你这个100%的关税？所以谈都没提，那就很明白。第二个呢，降的10%的关税就是芬太尼。那我个人判断就是中美很有可能会成立一个联合的打击芬太尼走私等的这个工作小组，来彻底解决芬太尼的问题。不过这降10%的话，这个对大陆来说就是一个很好的消息，因为大陆本身在出口这个部分就有更大的竞争力了我想是到美国，那也就是不太需要再转到越南或是其他的国家我想这个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事情。好。那你看《华尔街日报》跟《卫报》吵得如火如天的说台湾的议题连碰都不敢碰，连碰都不能碰，所以川普自己也说他完全没谈。事实上我们都知道，中国大陆不会让你美国人来谈台湾问题的。就是这个不是你能碰的。我的底线就画在这里。只能够在这底线上往上走。不能够把台湾当做一个交易的筹码。那很明显的，川普在这一次里面他自己也说他不会碰的。可是之前传得沸沸扬扬的，而且24号10月24，川普自己亲口说他要来讲台湾问题，这代表什么？我个人的推断是，卢比要给他一个馊主意，就是说你打台湾牌，没牌可以打的嘛，没牌可以打，再打台湾牌。可是，一打台湾牌以后就碰问题了，因为在26号的时候，我们看到当时也是在同一天24号的时候，这个德国的外长也讲到台湾问题。那大陆的外交部马上就把他骂回去了。骂回去以后，那他要见的人见不到了。其实我判断，搞不好连王毅他都见不到。是。那他跑到中国大陆，连王毅都见不到，这个颜面扫地一个部长跑到中国，搞不好副部长来接待，那这个是很严重的事情。是。他干脆就，本来说取消，引起德国政坛的震撼的时候，他又改口说叫推迟往后延。那这个代表，这个也给川普一个讯息，这个讯息非常的明确，也就是说，台湾问题你碰不得。是。所以当《卫报》《华尔街日报》又炒作台湾议题的时候，川普昨天就出来那个消毒了，说我不会谈台湾议题。
果然这次记者会的时候，他又说了，我没有谈台湾问题。好，几个主战场确实这次台湾议题就没有在这次的中美会谈中有谈到。不过另外几个主战场，包括刚刚提到的大豆、稀土跟晶片，我们也稍微来看一下。尤其现在大豆，其实在谈判前夕，北京稍微释出了善意，也就是今年首度的跟美国下单了3艘的18万吨的大豆，那预估会在12月跟1月去开始这个出货。那也是刚好美国的选举关键期所以大陆一方面好像释出善意，但是好像也不是这么样的，因为12月跟1月刚刚说了嘛，大陆向美国出货购买18万吨，但是他们实际的需求量是500万吨，所以他们另外一手可能还是向南美洲国家，不管是巴西或阿根廷去买。委员怎么看这个有关于大豆的议题？另外，现场这一些今天的谈判几个重点有没有一些亮点？目前整体对外面所传达出来的谈判的实际内容没有任何亮点。那个10%的也都是意料中的事，买大豆也是意料中的事。那换句话说，这种事情是不需要习近平出面去谈的，早在吉隆坡搞不好就已经敲定了。所以大陆上的国营企业中粮集团，对美国下18吨的一个订单，其实并不多。对，因为跟美国下这种大豆的订单，它事实上买订单容易，找船期最困难。因为那个什么，这种载大豆的船可不像我们马路上面的那个萝卜快跑那么容易调度因为一艘载大豆的船大概装6万吨，18万吨表示他只找到3艘船，而且船期当然甚至还不是现在，拖到12月搞不好才找得到船。因为这种全世界可以这种散装的货轮全世界只有3000艘，而不只是要载大豆那载的东西可多了，所以临时要去调，不管是中国自己的船、外国自己的船，搞不好人家船期都已经早排定了，好不容易挤出来。那为什么挤出来了？当然了，想要在这个习川会之前那么传点讯息说，我们早在吉隆坡已经有一些成果啦，那看看习川会最后怎么样来做这个一个最后的 ending 那这个当时在吉隆坡谈判的时候，就有讲到说，中国的稀土的限制要往后挪，时间往后挪，然后这个要买美国的这个大豆，但你买多少并不清楚，没有讲。那现在就是说，在习川会开始之前，吉隆坡之后，中粮集团一定奉到命令，说你现在可以开始去找船了那他找几条船才能够下多少订单？他总不能下了订单找不到船那就尴尬了，而且前段时间，我印象中很多船运公司载这种东西，大部分都是载巴西的跟阿根廷的船，这种船真的是不好找，很多都是要差不多半年以前排好船期了，所以他现在只找到3艘，那消息就出来了就出来，而且应该会不只是买18万吨可能会至少应该会买到，我认为至少会到将近可能会到100艘船，是大概600万吨左右。好，这个是有关于在大豆方面的中美谈判的最新进度。其实至于另外一个王牌就是稀土了。刚刚不是讲吗？川普说了，这个针对于稀土，中国大陆已经稍稍做出了一些让步，会延后对美出口的限制。那另外一方面，欧洲国家可紧张了。现在是来自于美国媒体的披露说呢，加拿大现在做主导。联合整个 G7 要筹组一个叫做关键矿产联盟，并且关键矿产联盟还会设定所谓的稀土最低价格，减少对大陆的依赖，扶植自己本土的产能。未来从中国出口的这些稀土产品也会来课征关税。那成员刚刚就讲了嘛，就是 G7 包括了美英、加法、德意、日、欧盟等等的国家。不过高盛不看好，他认为说呢，要打破中国稀土主导地位还要10年，尤其90%的精炼在中国，建议一座矿山要10年，一座精炼厂则是要5年。这个问题渴望解决吗？厉将军怎么看有关于稀土？我们讲稀土其实它一点也不稀，它也不是土它是金属这个中重元素那它也不稀，很多地方都有。这个包括我们现在知道格陵兰、巴西今天还听说连土耳其都发现了很大一座的这个稀土矿产。那关键在什么？关键是在提炼嘛。那这个我们都知道，现在中国提炼技术几乎已经占了全世界产量的99%以上，几乎都在中国提炼。
那以往来讲，这些国家的土都要运到中国来做提炼。那中国在这个方面提炼技术，可以说是它独门的绝活了哈。你各国不是这么容易就可以学得去的，而且你们很久都没有做这个工作，因为你们认为说是稀土的提炼哈会造成环境的污染。所以各国都没有在做啊，将这个工作交给中国在做啊。中国默默的干这种脏活，也干了20-30年了，所以它有很多独门的技术。那你认为全世界各国，我们刚刚讲日本哈，日本川普这次去跟高市早苗也签了这个协议，说是这个矿产协议，就是要日本出钱，然后但是现在这个厂。这个稀土提炼厂到底要是盖在日本还是盖在美国，我们不晓得哈。可你从这个他叫这个高市早苗所出的这个投资的这个金额，你就知道这不是一笔小钱呢。你必须要很多的钱，你才可以提炼。那会不会是叫日本提炼，然后将这个高污染的事情交给日本来承担，还是这个土在美国提炼，然后厂由这个日本来盖哈？但我觉得有一个很重要一个关键，这是这个中国大陆虽然说是缓了1年，就是延后1年在做稀土管制，可它有一样东西它没有松口哦，你知道什么？就是技术没有松口可以出口哦。中国这次在讲10月份的时候，它所谓的这种稀土管制，它实体的稀土啊，它0.1%以上采用中国出产的稀土，你都不能用哦。那第二个来讲，它忽略了一件事情，就是说技术人员它也管制哦。所以这个技术来讲的话，如果说中国不让技术人员管制到这些人员，然后第二个是它的这种专利来讲的话，是中国很多的专利。所以说，其他国家很清楚的，他会讲说要设定最低价格，就他们很清楚嘛。如果按照他们的这种提炼方式来讲的话，第一个产量很小，第二个成本很高。那中国来讲的话，它提炼稀土来讲的话，量大，而且这个成本低哦，所以他们要定一个最低价格，就是叫大家不要去买。那你想可能吗？对不对？所谓商业行为就是哪边 CP 值高，哦，哪边可以买得到，哪边可以便宜，我当然是跟哪边买嘛。那你怎么可能放着便宜的东西你不去买，你去买高的东西？那再来，其实就是我刚刚讲的，以现在来讲，如果你没有这种技术人才，包括人，包括技术，中国如果管制在里面的话，你各个国家就算是你有钱，你也不见得提炼得出来。是，所以我觉得这个高盛这个报告说最少需要15年。我觉得这有点这个保守了啦，可能我认为说是可能还要更久的时间，那你很难突破中国这个专利的技术。好，谢谢厉将军。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地缘政治、内中之争、战略价值、强权崛起、小国生存，现在与未来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脉动，全球观点尽在环球大战。好，接下来在这一场习川会上面，我们要特别来关注到的就是有关于军事上面的消息，因为回违了33年来，川普这一次首度的呛虾，他说要立即核试，到底怎么一回事呢？我们来看到他飞往这个釜山的途中，他突然间在自己的社群平台上面发文了，他说呢，美国现在拥有全球最多的核武器，那么俄罗斯则是位居在第2，中国大陆则是可能在5年之内来追上，因此呢，川普说我已经指示了战争部，我们接下来要立刻是以对等的方式来展开核武的测试，并且呢，研究单位特别指出了刚刚讲的嘛，有关于核武现在全球到底有多少颗，一共是达到了12000多枚的核弹头。那么光是美俄其实就掌握了全球90%的核武，美国现在还是呢在5000多枚左右，俄罗斯则是领先，我们看到它达到了5400多枚哦，中国现在只有600多枚，已经，但是呢，他认为这个增速会是最快的。从2023年开始，可以说每一年都增加了100枚。那么如今已经正式的突破了600枚。我们先来看到为什么习川会前夕，川普要突然间宣布让战争部进行对等的核试，这是在炫耀还是焦虑中国进步的太快？委员怎么解读？我觉得川普这个是在给俄罗斯跟中国看的啦。因为第一个，俄罗斯最近正在进行核武演习，美国必须要做一个回应，所以他来一套所谓的核武的试爆。那第二个呢，就是中国大陆啊一直在发展核子武器，然后美国一直要找中国大陆进行核武这个限武的谈判，
但是中国大陆在这方面基本上要求一个平等地位。这个概念我在3年前就开始主张跟提倡哦，说中国大陆的核子武器量太少，当时好像才200-300颗而已，那据说现在也不过是500颗啊。一个大国至少要有1500颗，这是最起码的门槛。为什么要1500颗呢？因为俄罗斯跟美国啊，他们以前的所谓的限武谈判里面有一个条约规定，就是说不管你有多少核武器，现役的可以服役的最高上限1500颗。是，所以我的1500颗是这样算出来的。是，所以双方面的载台也只有1500个，比如说你轰炸机、你潜水艇，然后你这个什么驱逐舰或者陆基，可以发射所有的核弹头的这些武器平台载台，全部加起来不给超过1500个。哦，这是当时限武谈判的规定，所以我才主张中国最起码要1500个，并不过分嘛。哦，那虽然说美国说要开始这个，看起来好像是俄国比较多嘛，哈，5000多枚，美国比较少，5100多枚。但这里面有一个内容不太一样，就是说俄罗斯5400多枚里面，事实上有将近400多枚是战术核子武器，是，而美国的战术核子武器比较少，它的美国战术核子武器好像不到几十颗而已，因为他们以为要打就打大的，没有在打那种战场上。那中国虽然表面上说500枚、600枚比较少，但是中国现在是全世界唯一有氢弹现役服役氢弹的国家。那原因在哪里啊？氢弹事实上很多国家都试爆过，也都会做，可是只有中国发展出来可以维持用低成本维持氢弹服役的方法。因为氢弹这种东西很讨厌哈，就是你真的要使用，要花很多功夫去把它组装起来。那如果平常把它摆着，它很容易就失去功能，因为里面氢有一个比较特殊的现象在这里面。可是中国很久以前就找到一个说很低成本的方式，可以日常维持它服役的功能。那如果有氢弹的话，一颗氢弹大概可能会抵上将近快要100颗的核子弹，所以这个数量的计算可能用当量算会比较准一点哈。但不管如何啦，就是全世界已经进入一个核武重新整装比赛的时候了。是，好，那另外一方面，美国刚刚讲了嘛，川普不是说很担心吗？因为他认为5年内中国就会追上。那刚刚说大陆现在可能就是500-600枚，那美国有5000多枚，真的可以在5年内这么快速的追上，甚至呈现一个指数型的增加吗？靠的会是什么技术？那赖老师又怎么看？我觉得不会的，因为大陆也不会这样做，也不需要这样做，因为现在美国跟俄罗斯的核弹，他们的总体的数量可以毁掉2个半个地球。对，2个半的地球，可我们地球就有1个，那你回到2个半地球意义何在？对，我们就一个地球嘛，那当初为什么会拼命的造？就是因为搞这个相互保证毁灭，最主要是搞这个核弹的军备竞赛，就是你做了1000枚，我就做了1000枚，好，你现在做到1100枚，我就做1200枚，然后你做1200枚，我就做1300枚，所以彼此之间在比赛，在比谁多啊。那这个是雷根时代嘛，我们都知道那个蠢雷根他们就干这种蠢把戏，然后2个国家拼命造，就搞了一个军备竞赛，最后把俄罗斯的经济拖垮了，因为核弹非常的贵，所以俄罗斯的经济越来越多的用在军事预算上，比重越来越高，占它的 GDP 越来越高。那现在对川普来讲，他也希望中国大陆走这条路，可是中国的经济体制跟俄罗斯是完全不同。俄罗斯是封闭型的，中国是开放型的，所以中国的经济是跟全世界融在一起，融在一起。所以中国大陆的人口数比俄罗斯多很多，比美国也多。假设我们一看了，俄罗斯1亿人口，美国3亿多人口，那中国是14亿人口，所以当时美国人可以用军备竞赛的方法拖垮俄罗斯，可是美国人没办法用军备竞赛的方法拖垮中国大陆，因为中国大陆人口基数大。然后经济体大，那经济量体大的话，它基本上来讲可以跟你打得起一场军备竞赛。是，但是我为什么一开始我就说大陆不会这样做？因为你制造那么多，你毁掉2个半地球，但是地球就有1个都没意义嘛。那我觉得中国大陆的
核武的数量的目标在哪里？就是说我可以确定保证足够毁掉你整个美国跟你的盟国，这个数量就够了。是，也就是说，美国盟国加起来，我的总数量能够毁掉你，那这样就够了。为什么？因为我只要定出这样的一个标准，那你不敢打我，也就是核弹就打不起，打不得，也不敢打，就3个不就可以了。那所以我不需要制造到5000多枚嘛，所以我觉得1-2千枚是一个非常合理的一个估算，就是说我到这里就够了，我不需要再往上加。那因此这几年内，大陆当然会每年增加嘛，它增加到它可以毁掉你美国所有的有核武的盟国，那就够了。有核武的盟国，我们讲的就是美国、英国、法国，就可以了嘛。因为你其他的国家它并没有核武啊。日本除非韩国搞了一个核动力潜舰，那可能就麻烦了。韩国那也有可能也会列为核打击的一个对象。那如果日本也搞了一个跟核有关的，也可能会被列为打击对象。澳大利亚搞一个核动力潜舰，那当然也被列为核打击的一个对象。所以基本上来说，我觉得中国大陆的数量应该会控制在它足够把这些国家的战略城市消灭、摧毁就够了，它不会再多了。是好，赖老师在我们看到是目前中国大陆它未来的一个核武的战略不随着美国随之起舞啦，那走自己在这个核武上面的制造，也不过度的制造。那另外一方面，我们来看到在川普这一次最新放话之后，我们来看到另外一头，其实普丁是立刻有所行动的。我们要来看到俄罗斯做了什么？俄罗斯宣布成功试射了海神核动力的鱼雷，那这款武器也带稍微观众朋友看一下能够引发的是大规模放射性的海啸，对沿海地区会造成这种毁灭性的影响。那么它搭载的是2万吨级的一个核弹头，动力就是来自于液态金属冷却的反应炉，射程现在说高达了1万公里，时速185公里，是结合核鱼雷跟无人载具的一种混合的核武。更惊人的是呢，在这个时刻，普丁也同时展示了他的海燕核动力巡弋飞弹，射程则是1.4万公里，可以突破任何飞弹防御系统。英国智库说了，现在呢把这个飞弹部署在任何俄罗斯的这个地方境内，都能够打到美国的本土。厉将军怎么看这个？包括了海神核动力鱼雷整个出现了，会如何改变现在核武战略的应用？这种海神这种核子动力的这个核弹真的是没办法拦截啊！为什么？第一个来讲的话，你看它底下是无人的它是一颗鱼雷，它不是一个潜舰，所以它可以而且又是核动力，它可以无限制的在海里面跑来跑去，甚至于它可以停在海底的某一个角落那边潜伏在那边1-2个月、2-3个月，它可以动在那边不动。那人的话，人的潜舰你没办法，时间到你要吃饭嘛，对不对？你要呼吸嘛，对不对？好，你总是那人这个核弹就没有这种顾虑。第二个来讲的话它可以除了这个之外，它可以深到海底1000公尺那么深所以一般潜舰大概了不起500-600公尺，它到1000公尺那么深，所以你根本抓不到它，你也根本侦测不到它。再来，你看它的速度多快，它是185公里，是代表什么？代表100节一节是1.85公里嘛所以185节，185节没有一艘的这种不要说潜舰追不到它的速度，潜舰了不起，就算你30节好了，你也追不到它。就算是你发射鱼雷也到不了这种速度。所以说你根本就没有办法拦截它，就算是你知道它了，你知道它正向你攻击过来，你也没有办法去拦截它。尤其是说它200吨级的这个弹头威力，它如果潜伏在那边，它可以攻击你沿岸的所有港口，造成一个核爆引爆以后，造成一个海啸。大概所有的港口里面这个所有的船只，甚至于城市一个海啸大概就湮灭了。那如果说是我不攻击你的港口我攻击你的舰队来讲的话，你想想一个舰队，大概你经过它躲在下面这个2-3个月、3-4个月，那你舰队从那边经过的时候，它一个核引爆，整个舰队就报销了。这个是海底的，那天空中的它用海燕那也是一样，海燕也是同样道理，它是巡弋飞弹。所以它也没有人的生理上的需求跟问题。它这次实验只是1.4万公里它只是实验1.4万。那按照这个格拉西莫夫就是俄罗斯的参谋总长他讲的，它可以更加的无限制，然后甚至于说是它等于说一个
一个核子导弹在你天空中飞来飞去，那你想想多可怕！我们叫悬顶之箭嘛，就是这个道理。它可以从全世界的任何一个角落飞到你的美国的本土来攻击。那为什么这个普京在这个时间他要做这个动作？我觉得跟俄乌战场上有很大的关联那是不是俄乌战争可能到了一个关键的节点？那北约这些国家想要阻止俄罗斯后续的继续进攻。那如果要继续进攻，他们会不会投入兵力？所以我觉得普京在这个时候这个展示他核威力。但最后我要特别强调一点，这个去年俄乌战争的时候，那时候双方就开始有要动核子武器的念头。那美国跟北约国家要军援乌克兰的时候，普京讲了一句话，他修改他的核规则。他以前的核规则是说，他不会主动攻击，这个不会首先使用核子武器。第二个，他不会攻击没有核武器的国家。那他现在改了什么规则？你知道吗？他改了一条，就是说，如果说你这个国家接受有核武器国家的资源来讲的话，我就可以对你实施攻击。那很明显就是代表俄乌战争，你乌克兰你只要接受有核国家提供你的武器，那我就可以对你实施攻击。大家注意到，这是普京在2年前特别提了这个修改核规则，那很明显的就是警告美国跟北约这些国家，你们不要随意插手乌克兰，不要再对它实施军演，不然的话，我这个海神跟海燕来讲的话，可能我就要启动了。好，谢谢李将军。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地缘政治、美中之争、战略价值、强权崛起、小国生存，现在与未来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脉动，全球观点尽在环球大战线。好，接下来我们要来特别关心到了美国的经济是否大崩盘了吗？我们今天做了一个统整，说100万人的失业问题现在在美国发生，还有物价飙涨，更有60%的美国人陷入在贫穷的地狱当中。这些数字都不是空穴来风，等一下带观众朋友一起来细细看。美国这个号称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现在是否自己拆掉自己的金字塔？因为有一个最新的数据做了揭露，现在60%美国人陷入在经济地狱里面，他们靠政府补贴，也靠信用卡的卡债过活，连基本的开销，尤其现在碰到高通膨的问题，都快要撑不住了。先来看到几个数字，来自于这些专家说的。桥水基金创办人，我们先来看，他说美国的经济现在依赖的就是这一些1%的高生产力族群，而底层有60%的劳动者都逐渐的被边缘化了。现在对于美国来说，形成非常强大的经济弱势阶级。而60%的美国人，他这样说，有阅读能力只有相当于小学6年级或者是更低，造成美国现在内部生产力停滞跟社会阶级的划分越来越明显了。来自于人力机构也做了一个分析，他说到今年的9月份为止，美国企业已经宣布裁员94万多人了，而从2020年疫情爆发以来，科技业裁员的现象是最为严重的，一共是高达了10万人。而这个也不是一个预言的，我们要来看到的是，包括了科技业的亚马逊已经宣布了准备大砍3万名员工，这是史上最大的一次裁员潮。简直就是一触即发了。更惨的是，确实现在美国的通膨问题非常的严重。我们要来看到美国现在家庭每年得多支出$1500，包括了他们现在日常要吃的东西，牛肉、水果、日常用品涨幅高达了10%到15%。美国的消费者的信心10月指数也创下了半年来的新低制造业更是连续4个月都是收缩的。美国民众的信心可以说都是已经快要崩溃了。而美国进口商为了要避开这些接下来潜在的关税冲击，他们选择跟中国大陆现在进行提前拉货，赶忙从大陆进口春季的商品，先放在自家的仓库先放着，免得商品会越来越贵了。节目一开始来请焦代老师怎么看了？美国号称世界首富，但是60%的民众现在陷入在贫穷跟负债当中，阶级似乎已经越来越明显了。这样的结构还能继续支撑美国霸权吗？我觉得美国很脆弱，也很危险美国所幸都一直有一些非常杰出的公司出现，然后这些公司的产值是十分惊人，所以一直依靠的这些新生的科技、新兴的这些公司来养活美国广大的底下的人。你看，在过去有微软，
本来美国在克林顿总统之前的时候，其实他们已经出现经济的危机，微软还有后来的数位经济啊，他们的出现啊，你看它开始改变了美国，解决了美国的财政的问题，美国的经济的问题，然后 Meta 又出来了，脸书出来了，你看它创造多少财富，不管是亚马逊，然后到这个特斯拉，你看到今天都还出现了。英伟达就是辉达这样的一个公司，辉达的现在的产值都已经到它的整个公司的市值都已经到5万亿啊，5兆美元了，这不得了啊！它一年的产值都已经是至少3400亿以上，有人估计它到5000亿都跑不掉。可是你想想看，我们台湾一整年的总产值也不过就7600亿美元，美国一家公司可以将近我们的1半国家的总产值。这代表什么？美国依靠的就是这些大公司，这些高科技的大公司，他们在支撑整个美国的经济的一个发展。可是我为什么会说他们很脆弱？就是如果这些公司出问题了、出状况了，我举个例子，假设这个特斯拉被中国的电动车打败了，然后它消失了；假设苹果在中国大陆卖不动了。或者是苹果被中国大陆的手机都打败了，然后它消失了。假设我都用假设了。对。那你想想，假设中国的 AI 起来了，然后辉达，所以为什么黄仁勋他常常觉得他会睡不着觉？因为他觉得我今天起那么快，我明天可能就下来了。那如果他们一下来，如果这些支撑的美国经济能够养活这么多的美国人，因为他们的贡献的税收非常的高嘛。所以美国的社会福利或者美国的社会补贴，其实依靠的是这一些赚非常多钱、经济体非常大的这些公司的税收。那你想，这些公司如果一旦瓦解了，美国还剩下什么？所以我觉得美国这个国家，它的经济这样发展是错误的，是非常脆弱的。它一直依靠的就是硅谷等这些大头脑他们的创新的东西。可是中国打的是一个系统战，而且中国的高科技的东西越来越多的情形下的时候，你看美国领先的科技，未来10项科技中，美国能领先的不到3项了，7项中国领先了。所以如果这些美国在未来它都不再有这种独角兽巨大的公司存在的话，美国它基本上社会说崩解，也可能就是一夕之间的事情了。好，所以一方面我们看到美国的经济重压，不管是新创产业、科技产业，但是又要面对来自于中国大陆的竞争。那另外一方面，美国现在确实经济内部也碰到许多的问题。刚刚讲的嘛，制造业萎缩，还有100万人失业。现在还有担心的就是 AI 取代了这些所谓比较低阶层的人力，美国转型会不会反而被掏空？经济会不会面临崩塌？委员又怎么看？都不会。我肯定的说哈，美国本来就是一个阶级社会。美国是一个认为强者应该享受的一个社会，所以他们对于弱者不会有太高的同情。在教育上你可以看得出来，美国是一个全世界有大学教育人口比重数一数二，大概有劳动人口50%以上受过大学教育，这个比例在中国只有18.5%。可是你如果看到50% 以上受这个大学教育的，对不起啊，那个其中念那个理工科的、技术科目的50% 里面竟然不到5%啊，都是念一些什么服务啊、哩哩扣扣的那中国又不太一样，这18.5大学毕业里面有将近一半的6%比美国还多人念理工科的，这是第一个很有特色的一个比较。第二个啦，美国有全世界最好的大学。然后可是美国有全世界最烂的大学，所以他50%念过大学一半以上都烂大学，这个什么 community college 啊之类的东西。那因为中国对大学教育是严格管制，不是你想设就可以设，所以变成中国的大学的素质会比较平均、比较高那这几乎是2种不同社会思考所产生的一种劳动力的生产结果。那再来谈到这个中学以下的教育中国你可以说它强迫教育、义务教育，公民接受教育是公民自己的义务，要把书念好，
所以这么一强迫结果啊，即使中国只有小学毕业生，他的算术跟代数的水准远远高于美国中学生。那美国采取一种比较放任的教育啊，那跟东方某小岛很接近哈，你那个不及格也可以毕业哈，就是这种气氛哦。可是大陆不行啊，大陆连那个小学都很严格的要求，所以变成说中国大陆虽然它大学生的比重比美国小，但在实质上它的劳动阶层的教育水平比美国劳动阶层高，所以这形成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就是说，美国有最好的学校、最好的大学，可以产生最好的精英阶层，可是就经常会形成美国就是一个阶级社会。那因为美国有这些精英阶层存在，那变成美国也不太容易垮啊，有点拖死狗的味道。那中国呢，就是说因为教育的这个大众教育很成功，可是它会相对的会创造一个问题，就是它的失业率会比较高。因为教育程度高，他做那个比较低层次的工作，机会越来越少，所以美国的失业经常都在4%以下，中国的失业率都在5%以上。所以这个两个国家各有它的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好，那另外请教厉将军呢，在谈到这个关税还有这个高通膨等等的问题。首先我们要知道，美国现在政府正在关门当中所以说现在的 CPI 指数来讲的话，他们没办法统计。包括到美国政府机关来讲的话，甚至于商业机关来讲的话，他们不晓得现在最新的数据是怎么样。所以我个人认为这次来讲的话，这个从美国来讲几个指标，我们都认为可以看得出来，美国来讲经济将会面临一个很严峻的一个考验。第一个来讲，它国债已经高达到38兆这么多，38兆美元。那如果说按照这个利上滚利来讲的话，它很快就会破40兆的大关，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来讲的话，现在由于关税的关系，那关税到最后你要知道，进口商他一定将这个关税的成本转嫁到消费者身上。那为什么现在看起来通膨压力还没有说？